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刃牙》第2季的解说。日本的一艘航母上，一位队长正在等待着飞机降落。临走之前，他的上司警告他要把这次接待对象当成随时会爆炸的硝化甘油。当然，这位年轻的队长不明白世界上最强大的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并非国家代表的普通男人如此恭敬。于是上司给他打了比方，比如这个男人看电视里的总统不顺眼，就会真的找到总统给他一拳，而他们任何一人都无法阻止这一行为。你就说他可怕不可怕？队长年轻气盛，当然不服气，非要给对方一个颜色瞧瞧。但对方真的下了飞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被阴影笼罩的队长眼中就只剩下了恐惧。没错，那个男人正是永次郎。而在塔台上，一个身影正紧紧地盯着永次郎。让我们回到地下格斗场的后台，科斯这种喜欢打垮毫无反抗对手的做法引起了刃牙的强烈不满，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开打。结果花山又横插一脚拎起刃牙，他也看上了克斯的战斗力，警告刃牙不要和他抢。C 组的第一场比赛的是拳击冠军伊安对战跆拳道第一李猛虎，一开始就是激烈的对打，李猛虎非常鸡贼，专攻对方下盘。伊安的挥拳对他根本无效，那是因为李猛虎已经研究过拳击的危险地带了。一般拳击手的攻击范围是自己以上上半身前方为中心的10公分立体空间，只要避开危险地带，不仅不会受到伤害，还能趁机反攻。几个回合下来，伊安被逼到了围栏处，他的双脚伤痕累累，再砍2下估计真的废。正当李猛虎得意的准备结束战斗的时候，伊安突然扭转身体，借助围栏改变攻击方向，将对手引入自己的攻击范围内，一拳结束战斗。此时有人对着德川耳语几句，惊得对方脸色大变。此时的休息室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剑拔弩张的局面。没错，永次郎回来了。德川冲进去就是一个跪拜，求永次郎不要破坏他毕生的梦想。当然，永次郎这次不是来参赛的，他只是随机挑选了一位幸运选手，折断了对方的脊椎。一个年轻人气得冲上了，给了他一耳光，惊得刃牙目瞪口呆，这人居然敢打他爸。更令人惊讶的是，永次郎非但没生气，还将这个叫天内优的年轻人推荐给了德川，让他参加选拔赛。德川哪儿敢不答应？不过此时的刃牙大概是醋坛都要翻了。C 组第2场比赛是杀马特老大柴千春对战柔道高手公平。突然觉得你应该去找花山打一架。比赛前照例撂下狠话，杀马特直愣愣地朝着对手一脚踹过去，被趁势抓住扔出。杀马特的攻击看似毫无章法，就像是只会打架的外行，没几下就被公平折断了左手。但是这个杀马特他不太正常的样子，眼见左手被废，他直接将自己的左手狠狠砸向围栏，砸得完全不能再使用了，以自残的行为恐吓对手。公平也确实被吓到了，他哪见过这种自己打自己的人？凭着一股气势，杀马特一顿撞头踩脸的输出，成功打得对方不省人事，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就你这伤筋动骨100天的，下一场还打不打了？后台焦灼不安的烧姜被一个叫做杰克的壮汉搭讪了，不过他的目的是刃牙，但又不是来找刃牙打架的，留下一句奇怪的话后就走了，搞得小两口莫名其妙。第11场比赛开始，由摔跤麦克对战少林三奇。这次比赛就连永次郎都来观战了，先行预言了一波，这个穿得花花绿绿的绝对垫底。结果比赛没到5分钟，少林拳打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解说都没意思。无聊的永次郎在场外用2根手指打倒了泰拳冠军查莫安姐妹儿。这一回了，正好是巴西柔术巴尔对战加拿大杰克。这个杰克非常神秘，而且对永次郎和刃牙很感兴趣。比赛一开始，杰克却站在场上一动不动，任凭希尔巴怎么都无法撼动他分毫，而杰克仅凭一只手就推开了对手，一记漂亮的上勾拳把人锤成了陀螺。想不到他会如此的强大，永次郎坐不住了，从台上跳下要和杰克打一场，结果都要开战了，刃牙突然窜了出来，挡在2人面前。他不允许有人抢走挑战他爹的权利。虽然现在的他明知自己打不过杰克，杰克不在意，转身就走，倒是永次郎不高兴了，一巴掌扇飞了刃牙，非要打一架。杰克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我是吉恩的儿子。”永次郎一愣，随后哈哈大笑。那他确实有资格挑战自己。凑巧被永次郎带来的天内刷了一波存在感，刃牙更心塞了，怎么1个2个都想抢他爹？C 组的比赛结束， D 组的第1场是天内对战摔跤山本。天内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正是这种笑脸才让人更琢磨不透。永次郎回想起了第一次见他时候的情景，天内原本是总统的保镖，他轻松地解决了从嘴里掏出枪暗杀总统的小姐姐，之后
被总统引荐给了永次郎。天内认为一直赢下去就少不了爱，对方想要什么就事先洞悉并满足他。永次郎对这个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于是向总统借走了天内。回到场上，山本首先发起攻击，天内张开双臂，就像是展翅的白鹤，整个人轻飘飘的升空，对着山本就是一脚。不过随着他的一脚，山本迅速拟定作战计划，打算趁他下一次攻击的时候抓住他的脚。天内也如他所愿的踹了上来，但当山本想抓时，却抓了个空。一抬头，天内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头顶，悬浮在半空，对着山本的头部连环踢。猛烈的攻击让山本根本没有任何出手的机会，一脚踹翻山本之后，天内还在不停地对着山本的脸猛踩。最后还是德川大吼一声，强制结束战斗。我就说这个人多少有点不正常，不过想想也是，永次郎看上的人嘛，估计刃牙是最正常的了。天内口中爱的打法翻译翻译，意思差不多就是给对手能赢的错觉，然后再啪啪打脸。D 组第2场比赛开始之前，一个男人在休息室里喝酒抽雪茄，打在他身上的木棍全部折断，看得围观选手目瞪口呆。这个男人叫查理·费斯，号称2000场无败绩。他在芝加哥当了10年酒吧保镖，解决了2000多次闹事事件，而且从来不会避开对手的攻击，被称为地球上的第一硬汉。查理穿着燕尾服登场，而和他对战的独步也穿着西装登场了。两人见面的瞬间，浑身就爆发出了强烈的杀气。独步首先一拳挥出，理查德不闪不避，对着独步的脸就是一拳。主办方甚至还没喊开始，独步就已经倒地不起了。当然，这是他装的。独步起身踹出一脚，理查德紧接着挥出一拳，他们谁都没有闪避。这场比赛更像是双方的毅力之战，两个人都用尽全力的打向对方，比的就是谁能坚持到最后。独步首先使出了空手道的防守架势3战，随后一掌插进了理查的喉咙，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虽然看上去轻轻松松，但其实这对于从濒死状态恢复过来的独步来说还是吃力了。走到没人的地方，他就忍不住的跪在地上喘气。他的夫人站在了他的面前，夫妻俩还是非常恩爱的。夫人从不会去阻止独步比赛，因为在他的心中，独步就是他的超人。独步也发誓自己会得到冠军的金腰带给夫人当首饰。同时，刃牙正好在走廊上遇到了下一场比赛出战的色川，在色川的请求下，当了他的临时助理，保管眼睛。和色川对战的是奥林匹克摔跤手罗强哈伦，一个妥妥的肌肉壮汉。相比起色川这种干瘦的小老头，着实有点不够看。比赛开始，罗强扑了上来，色川以一个巧妙的姿势弯腰直击对方的小腿，使他重心不稳，撞在了围栏上。最后一个巧力把人砸倒在地，这一击让对手瞬间头昏眼花。随后色川笑眯眯的一指对方咽喉，壮汉瞬间倒地。这就是高手的力量，刃牙看着都后怕。好家伙，这选手还真的是藏龙卧虎。D 组的第4场比赛也是预选赛的最后一场，正是红叶对战阿生，一场亲兄弟之间的决斗。阿生一向非常尊敬崇拜自己的哥哥，而且之前和哥哥的战斗他一场都没赢过，着实有点难顶。当然，这不是德川本人的恶趣味，而是红叶专门拜托德川安排的对战，因为红叶心疼自己的弟弟，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伤害阿生。这就是兄弟情吗？爱了爱了。对于阿生来说，这是他的证明自己超越哥哥的最好机会。兄弟之间的决斗即将开始，到底谁能获得晋级决赛呢？欲知后事如何，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